刚从2家这个语言培训班出来啊，我来的这2家都是太免的，方便。以前老喜欢跑老远的，走路嫌远，打车嫌近就能进。今天我看了一下这2家，第一家呢就在这个喜马拉雅咖啡后面，就在这个一街旁边。那进去看了一下，它只有2个班，学生也特别少，学生少你跟同学之间的沟通机会就少了，口语，听力，其实就是在交流中提升的，这个不合适啊，而且是临时组建的。老师嘛，老师居然是以前老学校挖过去的老师，居然，我居然认识他，就给我的感觉不太专业。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中国学生实在是太多了。中国学生太多了的话，这个班你讲着你就开始标中文了，到时候很难提升，就走了。在里面待了几分钟我就走了，然后来到第2家，第2家就在这个插牙center3楼啊。这一家呢规模要大很多，又碰到了老师，以前的老学校的那个老师，应该也是被挖回来的。这里的老师呢多了一项技能啊，他除了英语很好，还会中文。这很多初学者很需要这种会点中文的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真的是听得云里雾里啊。刚刚也测试了一下我的语法，他没有测试我的听力，测试我的口语。他说我的语法很好，50道题还是55道题啊？我做对了41道题。他说语法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跟他讲了，我说我的听力啊，还有口语啊，应该是口语吧，我的口语很差。我说我想提升口语，但是如果一个班上的学生中国学生太多的话，动不动就说着就变成说中文了，然后老师又会中文，你这个时候就很难提升啊。那没办法，我又来到了这个最老的，就是我最开始学英语的地方。这个学校呢，你往高等级的班报就完了。高等级的班呢，它是没有中国学生的，很少有也会有啊。而且老师是一点中文都不会的，就是逼着你去听，逼着你去学啊。来到了第3家，大使馆对面的这一家啊，这家稍微专业一点。最后3个都没开班计划，需要等。第3家的话，就是以前我学过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没有课啊，最近都没有课，都要等1周。我要的那个课程呢，它都要等1周啊。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就也离得不是很远。这个课程就看起来就好像更专业一点啊，更专业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的收费是8500一个月，一个月只有20天的课不是很多。反而是这个我刚去的那一家，第3家，那个课多，那个恨不得1个月你交1个月的钱能上1个月半，它的课程比较多，价格呢6700一个月，那个是15500 3个月，15500的那个呢是那个商场中心3楼的，那个是3个月一交的。划算的话，其实他那里是最划算的，那1个月花下来才200多块钱，但是那个氛围、那个环境，就感觉差点意思啊。那最终我就交了钱，交给了这个8500的，明天开始，早上8点到9点，1个小时。出事了啊！刚刚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，中国老哥他在加德满都周边郊区农村做客，当地村民也很热情，给他吃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感觉像是食物中毒啊。现在说话已经口齿不清了，而且思维反应也慢半拍。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，前脚说完一句话，后脚就忘记了。用他的话讲呢，就是说他中间有一段记忆，就空白。我说他不会有人谋财害命之类的吧？他说应该不会，他直接就有一段时间的记忆是空白的。我感觉像是食物中毒啊。他让我赶紧过去接他来首都，那个地方远又远，你说打电话叫救护车去的话都麻烦，一时半会都赶不到。所以说这个在外国啊，在国外这个不要乱吃别人给你的东西，真要出什么事的话，或者说谋财害命，我操，那太容易了。就不说谋财害命吧，就是说你吃坏了肚子、吃坏了身体什么之类的，你找医院也麻烦，穷乡僻壤的地方。我现在赶过去还有1个多小时，虽然只有20多公里，但是这个路况你只能开20码，
路又不好，摩托车又多之类的。所以说大家来外面旅游不要乱吃东西，这出事了真的很麻烦的。另外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就是说在尼泊尔这个地方，你要是身体出现了什么不适的话，去医院呢也分很多医院，它这里有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啊。私立医院的收费很高，但是服务到位啊。公立医院的话，你排队要排死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去过公立医院去挂号，那排个队都要排个40-50分钟。私立医院呢没那么多人，但是私立医院收费贵啊。那最贵的私立医院就是叫格兰德。如果大家身体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话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考虑经济问题了，不要考虑钱，直接去最好的医院。那个医院我去过，完全是现代化的标准啊。还有就是要知道尼泊尔的报警电话啊，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尼泊尔的报警电话。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猜一猜，报警电话是多少？来，3、2、1，我估计没几个人猜得到。记住啊，有任何情况在尼泊尔报警电话是多少？100，也就是100啊，就是报警电话。有什么事打电话给警察，去医院了，或者说出了什么事了，打报警电话。最好你旁边要有一个尼泊尔人啊，他要会说英语，会说尼泊尔语的，因为他有些很多人他的英语不是很好。这个英语不好只是停留在上一代啊，像他们这一辈人，00后啊、90后英语都好得很，00后、90后，但上一代很多80后、70后他是不懂英语的。不然的话，你在医院都很难沟通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，这个那个的啊。所以说我赶紧带了2个人，这个是秋沙，还有一个这个是夏天，他们2人都是精通英语和这个尼泊尔语的。他这个老哥的身体有什么情况的话，可以讲给我然后再给他们反映一下，是去哪个医院合适。我们现在正在往他那个地方赶，根本就快不起来啊，这个路况只能开到20码啊，所以说20多公里要开1个半小时。I'm trying to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. P1 clea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. Millie point 2 just to hurt you. All red lamb just to tease you. None of these toys on lease to. Made your whole year in a week too. Main bitch out of your league too. Side bitch out of your league too.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. 20 racks the table come from Ebony. Cut that iron into skinny pieces. Then she clean up with a face when I love my baby. 这吗？好，可以开进去吗？I love it.在线这个没有说，然后呢，那个现在醒了15到20分钟，但这个就是劲儿持续了差不多3个小时。用我跟你那个时候联系几点，我觉得是有3个小时。现在说话，我跟你交流的时候，一开始脑子不在线，这会正常，这会儿就在线一下了，这会听着正常，在线一下了。然后现在要考虑到这个啥，我们去这个医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？会不会医院报警？医院报警干嘛？对，医院报警你没有不会。他们这里很多人这个应该没事吧？我 After smoke weed cannot go hospital. Weed. I think it will be illegal. Weed is 违 illegal. 报警不行，不行。不能去啊，这个是违法的，去医院。会报警吗？hospital 管中 call 这里走 police. 手。 Maybe, but you can say them to keep it private. You can see someone give him without knowing. 见面详聊后，才得知具体情况。等我们到达后，已经过去2小时了。老哥说身体已经恢复70-80%了。2小时前说话口齿不清，思维混乱，说完后句忘记前句，还有一段时间记忆丢失，吓得老哥立马打电话叫我来接他回首都。小诊所好处理的，你往加德满都去处理的话，反而第一太远了。第二，毕竟大地方，这小地方可能睁只眼闭只眼吧。去小地方，就在这里找一下。他说的就交在那里啊。然后想他不管的话，那就找一个吧，这但是不能现在。最后决定本地找个诊所处理，让助理去问当地人。没有饭店，临时充饥。走吧。好的。表达症状，拿了点药，花了100卢比。陪着老哥服下药，医师说1个小时后就没问题了。
出门在外不要吃些不认识的东西，哪怕认识的食物也要谨慎。虚惊一场，最后平安无事，我们返回首都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